Hello，大家好，我是大蒜。我在上个月中旬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出国旅行，那我认为真的有拍成影片的价值，所以这部影片我要来分享我去澳门旅游的心得，包括我去了哪些景点，吃了哪些东西，又喝了哪些东西，以及我发现澳门有哪些对我来说非常新奇的事物，我都会在这部影片尽量详细的说明。在真正进入影片主题之前，我想要先花几分钟来介绍一下澳门这个地方。我还记得家母在旅馆时问我的一个问题：澳门是国家吗？家母会有这个疑问，可能是因为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澳门并不需要台胞证或签证，但是同时澳门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家母对此可能也感到相当的困惑。其实澳门就跟香港一样，都有自己的政府、货币、护照，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所以澳门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因此有一个令人感到不是很愉悦的称呼，特别是对我们台湾人来说，那就是中国澳门。以下为了方便称呼，一律以澳门称之。虽然澳门跟香港一样都是特别行政区，人民都是讲广东话，但澳门在历史上的殖民国却是葡萄牙。澳门这个地方是葡萄文化以及岭南文化的融合，所以在澳门的街头经常看到葡萄牙文的踪迹，也会看到许多葡国风格的建筑物以及美食。澳门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知名，那就是赌场。目前澳门是国际3大赌城之一，所以澳门的博彩业相当发达。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澳门是全球人均 GDP 第2高的地区，仅次于卢森堡。介绍完澳门过后，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影片重点。这边我有个惨痛经验要分享给大家，大家在订机票前一定要先确认好时间，千万不要跟我一样把出国行程排在期末考周。不过还好老师最后答应让我补考就是了。我是搭幸运航空从台中飞往澳门，其实在出发前一天我几乎都没睡，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难免会兴奋到睡不着觉。由于在飞机上不能使用网络，因此给大家看一下我在飞机上乱拍的影片。飞了1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澳门。一下飞机，我们就去机场的 7 买澳门通，一个澳门通100块。澳门通就有点类似于台湾的悠游卡、香港的八达通、俄罗斯的3套车卡。买了澳门通后，我们就去附近的轻轨站搭轻轨，而轻轨公车的广播语言是广东话、普通话、英语、葡萄牙语。由于1半以上的轻轨路线都是在路档，而路档桥就是众多知名赌场的聚集地，比如威尼斯人、巴黎人、永利皇宫等，所以在搭乘轻轨的途中，我也从车窗看到许多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对我来说，相较于纸堆紧密的路档，我个人更加偏好古色古香的旧城区，也就是澳门半岛。在前往旅馆的路上，我来澳门的第一餐就是吃顺路的麦当劳，而且我发现澳门麦当劳自助点餐机跟台湾的长得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大概就在于贩卖品项的不同。我点的是猪柳蛋牛牛粉加薯饼以及冻港式奶茶，都是台湾麦当劳没有的餐点，但是不代表这些餐点就一定好吃。特别是那个猪柳蛋牛牛粉，那个完全就是把通心粉泡在清鸡汤里，然后再加上太阳蛋跟猪肉排，还有一些玉米粒，光是用看就让人没什么食欲。虽然还不到难以下咽的程度，但味道就真的太单调，而且这样居然就要花41块。不过冻港式奶茶就比较便宜了，一杯3.5。在走去旅馆的路上时，我发现澳门的街景长得跟台湾很像，随处可见机车在路上骑行。差别就在于澳门大部分的马路都是水泥路，不像台湾都是柏油路，而且澳门跟香港一样也都是油架。另外，我觉得澳门有一个非常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那就是即使澳门的马路再这么小条，也都还是一样在马路两侧开辟人行道供行人步行，而且人行道还有护栏。我在写这部影片的脚本的前2天，在新北市三峡区就发生了重大车祸。由此可知，台湾的行人路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澳门的面积比台湾小约1088倍，略大于彰化县西湖镇。没道理，台湾却连一条像样的人行道都只会出现在大城市里，而没办法普及到全国各地吧。总之，我跟家母在旅馆放完行李之后，我们就沿着新马路走下去。在新马路上有一间双皮奶店，他们家的双皮奶吃起来冰冰凉凉的，而且奶香四溢。
吃完双皮奶后，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议事亭前地，也就是澳门市政署，这是每一位来澳门观光的游客必来的景点之一。而在广场深处有一间在内地很红的饮料店，那就是蜜雪冰城。我跟家母两人各买了一杯冰鲜柠檬水，总花费16块，喝起来就是一般的柠檬水，而且里面还有一整片柠檬，证明这并不是化学合成的。接着我们就前往大三巴牌坊，一路上都是礼品店，要不然就是卖吃的，比如葡式蛋挞或是肉干。但在我看来，除了葡式蛋挞价格比较合理之外，其余都在坑观光客的，简直堪比垦丁大街。像是一包肉干就要卖200多，而一颗蛋挞则是卖10块钱，还比台湾肯德基卖的便宜。在顶的烈日，穿过一群操着中国口音的游客团之后，我们终于走到大三巴牌坊，这也是来澳门必访的景点之一。大三巴牌坊以及议事亭前地是见证澳门被葡萄牙殖民的辉煌历史的重要标的，特别是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整就像一堵超巨大的墙，要不是澳门不在地震带上，不然大三巴牌坊可能没办法撑住剧烈摇晃而倒下。毕竟大三巴牌坊也有300年历史了。大三巴牌坊附近都是从内地来游客，更有甚者还在大三巴牌坊附近直播。站在大三巴牌坊前方往远处眺望，还可以看到澳门拔地而起的高楼。而牌坊内部则是免费参观，地下室还有博物馆，里面展出着天主教的圣母像以及艺术作品。毕竟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所以葡萄牙殖民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把天主教信仰带进澳门。大三巴牌坊也是天主教信仰在澳门落地生根的铁证。在回旅馆休息的路上，我买了一颗葡式蛋挞。来澳门怎么能不买蛋挞吃？澳门蛋挞吃起来外皮酥脆，而内馅甜而不腻，外皮的奶油香混合着内馅的蛋香，而湿润的内馅也跟干燥外皮形成了口感上相辅相成的互补，比肯德基蛋挞还好吃，也比肯德基蛋挞还便宜，完全吃不出来一颗竟然只要卖10块钱。回旅馆休息片刻后，由于我订的旅馆位于丰顺堂区，也就是看日下滑的地方，因此我选择独自一人在附近的街区观光，好好感受澳门当地人的平凡日常。加上我个人其实更喜欢前往本地居民区，因为这可以让我更好贴近澳门人平常生活样貌。这种感受有别于热门观光景点所带给我的氛围。我走到附近的超市以及街市里面，好好观察本地澳门人的日常生活样态，顺便看看澳门当地的物价如何。结果我发现，在下环街市一个卖生蚝的摊位，一颗手掌大的生蚝居然只要10块钱。而我也慢慢了解到，澳门的物价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昂贵，有些东西甚至卖得比台湾便宜。就像这一盒草莓只要卖16块8，在台湾这种基本上都要翻6到8倍卖，变成400到500。还有螺蛳粉也是一包不到100块。所以我跟家母也去某一间超市买了好几包螺蛳粉带回台湾。除了大三巴牌坊跟议事亭前地之外，在澳门半岛南端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建筑物，那就是新葡京娱乐城。但我们只有在外面拍照而已，毕竟我跟家母对于赌场也没兴趣，当然我们也没有去落档的赌场观光。拍完照之后，我们就去吃我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想吃的快乐风。目前快乐风在台湾没有分店，而快乐风是菲律宾的素食连锁餐厅。快乐风的炸鸡比肯德基的还要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肯德基炸鸡的腥味那么重，我在吃过一次快乐风之后，就深深爱上他们的炸鸡。我甚至还喜欢到特地把快乐风的餐巾纸留作纪念。我在这边恳求快乐风赶快来台湾开分店，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太喜欢吃炸鸡，我吃其他店的炸鸡炒后面都会很腻，但有吃快乐风炸鸡并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快乐风来台开店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日愿望，希望未来会有实现的一天。而讲到菲律宾，我发现澳门有很多菲律宾人，就连旅馆的柜台也是菲律宾人，路上等公车大部分是菲律宾人，路上带小孩上学去超市买东西也清一色都是菲律宾人。看得出来澳门非常仰赖外籍移工。到了第二天，我跟家母一同前往旅馆附近的咖啡店吃早餐。这边的点餐方式跟台湾不一样，在台湾的点餐方式大部分都是画菜单，但在澳门或者其他地方，点餐方式却是服务生拿着纸跟笔写下顾客想要吃的餐点，我觉得挺有趣的。虽然根据我的经验，几乎所有澳门人都会普通话。前面讲到，由于澳门被葡萄牙殖民统治，因此葡国菜在澳门也很盛行，所以我们去吃了这间葡国菜餐厅。但由于我没什么胃口，所以我只点了一份马蹄油炒饭，还有一杯菜蜜。
马介休的味道跟咸鱼很像，但葡国菜还有免治非洲鸡这些料理，我没吃到，其实挺可惜的。接着我们就搭轻轨前往光野街，光野街附近有一间陆荡博物馆，里面展示着澳门陆荡的历史。因为光野街其实就是商店街，我对这种太过商业化的场所没什么太大的兴趣。而在最后一天晚上，我们除了在附近一家餐厅吃晚餐之外，还买了渣渣以及牛杂。渣渣吃起来有点像台湾的八宝粥，其实还挺不错吃的，一份小份的20块。但牛杂就比较不是那么合我的胃口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买的是在人行道上的路边摊，所以吃起来不是那么的新鲜，因为我尝到一点点腥味，一份卖40块。那到这边我们的澳门行就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在澳门机场也买了狙击手系的蛋挞，手信在广东话里指的是伴手礼。最后我带着在澳门留下的美好回忆回台湾了。澳门作为我第一个出国旅游的目的地，我在这边也非常推荐还没出过国的观众，澳门会是很好的首选。面积小，距离近，而且食物也好吃，也不会遇到语言不通的状况，因为这边的人基本上都会普通话。虽然我没去香港，但我觉得澳门人应该比香港人还要热情，服务态度应该也比香港还要好。澳门带给了我截然不同的旅游体验，让我知道澳门在贵为奢华赌城的背后，也有着朴素且单纯的老城面貌。本土的岭南文化与来自西方的葡萄牙文化，一同孕育出了澳门自身独一无二的澳门文化，让澳门成为了全球少数中文跟葡萄牙文并存的地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以后应该会在澳门办粉丝见面会。今后如果我有钱、有体力、有时间，我应该也会多出国看看。而我目前最想去的地方，应该就是印度清奈。如果有来自澳门的观众看到这部影片，也可以在影片留言区给我回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分享、拜拜。